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凌晨3点刷到别人去拉萨的视频，你把手机翻来覆去，却想起明天要交的方案。周末跟对象吃饭，对方聊起明年要攒钱买学区房，你低头扒拉米饭，突然想起18岁时你说要去北极看极光，甚至昨天在地铁上，你看着穿背带裤的小姑娘啃着包子笑。心里突然酸了，你多久没像他那样不管不顾的做一次了？今天想跟你们老本看完想摔掉保温杯去闯世界的书，王小波的《红拂夜奔》。书里的红拂姑娘比我们所有人都敢疯，她本来是杨树府里的歌女，穿最艳的红裙子，站最偏的台阶，按规矩得熬到30岁嫁个小厮，但她偏不。她裹着件旧披风，揣着李靖偷给她的破剑，从杨树府的狗洞钻了出去。你以为的命，其实是你不敢猜的枷锁。红拂的枷锁很具体，是杨树府里歌女不能抬头看客人的规矩，是妈妈说女人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安稳的念叨，是所有人看她的眼神像看一件会唱歌的摆设。直到她遇见李靖，那天李靖混进杨树府，蹲在花园里画城防图。红拂端着茶走过去，李靖头都没抬，你不想跑吗？红拂愣了，他从来没想过跑，不是不想，是没人告诉过他你能跑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样的杨树府，是父母说稳定的工作比喜欢重要，是同事说别出头，想打出头鸟，是你自己说我都28了，折腾不起了。但王小波写红拂，根本不是写古代传奇，他是写我们那些被应该绑住的人，那些把不敢当成熟的人，那些忘了我想是什么味道的人。红拂跑的时候，回头看了眼杨树府的红灯笼，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，他们说这是我的命，但我偏要看看我自己的命长什么样。互动时间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明明讨厌现在的状态，却总说等以后吧。扣个1，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忍啊。好的爱情不是找依赖，是看见自己。很多人以为红拂跟李靖是公主逃婚找王子，错了，根本不是。李靖不是什么英雄，他是个穷的连饭都吃不起的工科男，蹲在杨树府画城防图，是想卖图纸赚路费去洛阳。红拂也不是什么柔弱女子，她跟着李靖出了长安，路上自己学会了骑马，学会了用剑挑开荆棘，甚至帮李靖改图纸。她不是依附李靖，是通过李靖看见自己。王小波写过一段特戳人的话，红拂在李靖眼里看到的不是杨树府的歌女，是个能骑马跑30里，能扔北斗星，能跟他聊兵法的姑娘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比如你跟某个人聊天，本来你觉得自己很内向，但他说你讲起喜欢的事眼睛在发光。比如你跟他一起做一件疯事，比如半夜去爬山顶看日出，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不是只会加班的机器人，我还能笑得这么大声，还能跑这么快，还能这么不像我。红拂跟李靖的爱情其实是2个人一起拆枷锁，你帮我撕了歌女的标签，我帮你拆了穷小子的定义，最后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想成为的人。3. 想改变生活，先学红拂先跑再说。我最佩服红拂的是他的不管不顾，他从来不是想清楚了再跑，是先跑了再说。他从杨树府偷跑的那天晚上，根本不知道李靖要去哪，不知道路上会不会被抓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下个月，他就裹着件披风，揣着半块饼，跟着李靖的背影往长安城外跑。他的勇气不是不怕，是我怕的腿抖，但还是要跨出第一步。王小波在书里写，很多人说等我准备好，但红拂知道没有准备好的那天，你所谓的准备不过是不敢行动的借口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准备？等我攒够10万再辞职，等我瘦10斤再谈恋爱，等我学会拍照再去旅行。但等你攒够10万，可能已经不想辞职了；等你瘦10斤，可能已经错过了喜欢的人；等你学会拍照，可能已经没了去旅行的热情。红拂的奔其实是一种破局的勇气，你不用等万事俱备，你只要先动起来，跑着跑着风就来了，跑着跑着路就宽了。最后想跟你们说，王小波写红拂夜奔根本不是写古代传奇，是写我们每一个人。红拂的奔不是物理上的跑，是我不想再被别人定义的决绝。1. 你可以不按父母的规划结婚。2. 你可以辞掉稳定但讨厌的工作。3. 你可以去做一件别人眼里的疯事。最后想跟你们打个赌，如果你也有想跑却没跑的事，比如想跟暗恋的人表白，想换个城市生活，想捡起放弃的爱好，评论区打我想跑，咱们互相给对方打打气。觉得红拂这姑娘够酷的，麻烦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原来人生还能这么做。还没关注我的，赶紧点个关注。记得红拂说过的话，自由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跑出来的。你要是总等着准备好，可能一辈子都等不到，但你要是先跑再说，说不定转角就遇到风了。
咱们下次见，拜。